朋友们好，从法兴寺出来后，我们去探访两座很小众的金代古建，夏霍护国灵矿王庙和义和三教堂。前2期我们介绍过，重庆寺的前寺名为三宗庙，由于关门我们没能进去。今天我们安排去另一座同样祭祀后羿的庙宇，夏霍护国灵矿王庙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尧使羿设9屋于三宗之山。三宗山是指现在长治市屯留区的老爷山，因为三宗山有这样的传奇故事，所以自唐代开始山上修建庙宇。北宋崇宁年间，宋徽宗敕封后谥为灵矿王，主司防旱祈雨。每年农历6月初6派官员到三宗山举行祭祀，民间每年2月12举办的迎神赛社规模盛大。直至现在，作为一种民间信仰，晋东南地区仍然存在不少祭祀后羿的庙宇。夏霍护国灵矿王庙就是其中一座规模较大的，位于长子县丹珠镇下霍村东南的白云山。该庙创建于宋宣和4年1122年，后多次重修。这里是长子县影响最为深远的迎神赛社场所之一，由此所产生的白云山庙会，曾经与北境妙峰山庙会、山东泰山庙会、河南浚县浮丘山庙会并称为华北4大庙会。1949年以后，夏霍护国灵矿王庙被占用为仓库，1997年开始由长子县戏曲艺术学校占用，2013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夏霍护国灵矿王庙坐北朝南，由庙前广场、戏校、庙院3部分组成，形制完整，占地面积近3000平米。长子县戏曲艺术学校是一所专门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中专学校，现设戏曲表演、舞蹈表演、曲艺表演等专业。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就业，也可以参加高考，进入大学学习。庙院部分的正殿为金代遗构，其余山门、献殿及东、西厢房等为清代建筑，系康熙年间重修。献殿紧靠在正殿之前，遮挡了正殿的全貌。献殿为卷棚顶，面阔5间，进深4船。献殿东、西山墙上有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题材的浮雕，为近期作品。正殿为金代建筑遗构，面阔3间，进深6船，单檐悬山顶，琉璃集饰。建筑结构具有明显的金代特征，其梁架、斗拱等大木做构件基本为金代遗构，与营造法式吻合。眼下斗拱硕大，柱头斗拱6铺作单邈双下昂。当新建柱头有金大定24年功德题记，大定甲辰岁10月15日，门诊石上有金明昌5年题记。大殿内素有后羿和嫦娥塑像，东西山墙上绘有护国灵矿王行云步雨图。大殿前廊2侧山墙上的彩塑、雷公、电母、风伯、雨师4尊浮雕神像，这些都是近年创作。夏霍村还曾有一座古寺安乐寺，相传原名回光寺，始建于5代后晋天福3年938年，原址中间为佛殿，2侧建有僧房，曾有过高僧云集、香火鼎盛的昔日辉煌。到了上个世纪，寺庙早已塌毁，仅剩中殿也破旧不堪。曾做过山西省委书记的胡富国就是夏霍村人。1997年，胡富国的夫人长根秀以居士名义筹款，开始重建安乐寺，先后修建2次，据说总耗资10亿元人民币。在观音殿中摆有一座翡翠玉观音，高2.86米，重2吨，通体碧绿系整块缅甸玉，12名工匠用10余年功力雕凿完成。据说这个翡翠玉观音价值就在2亿元人民币以上。顺便提一句，安乐寺如果连连看的话，和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披露的千亿矿权案还有些关系。话说到这里就好，以后的事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去查资料。离开安乐寺，我们前往长子县大堡头镇义和村，探访村里的一座3教堂，也是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3教堂不是个教堂，
与基督教会无关，是指堂内同时供奉儒、释、道三个宗教创始人的庙宇，故名三教堂。历代统治者尊崇不一，汉武帝独尊儒术，梁武帝尊佛教为国教，唐太宗崇道教，对后世影响颇深。佛道之争也是几起几落，唐代以后主张尊崇三教，平息教争，各地遂设三教堂。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可同堂礼拜，也是化解矛盾、调和争辩的一种办法。经过泥泞的乡村小路，到达了义和村。经过多次打听，才找到三教堂，然而却不开放，甚至很少有的没留联系方式。绕来绕去，进到村委会大院里，发现可以登上健身器材，大概看一下三教堂的建筑外观。寺院始建年代不详，坐北朝南，一进院落，东西长 20.2 米，南北宽 34.9 米，占地面积705平方米。据资料称，该寺院为2进院落，现在的大门外是1进院落，里面是戏楼遗址。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有中殿、正殿，两侧有耳殿。现存正殿为金代遗构，中殿为元代遗构，也有资料称是明代所建，东、西耳殿为清代建筑。庙内现存清道光3年重修碑记和大殿中道光17年重修题记。由于寺院前些年损毁严重，大概10年前，整座寺庙进行了重新修缮。现在的寺院大门进去后，第一座殿是中殿，悬山顶，面阔3间，进深2间，内部梁架4传扶通搭前后。根据修缮前的照片，面对大门的一侧层开有大门和窗户，檐上没有一处斗拱。修缮后，大门和窗户都被堵死，檐上加了装饰性的小斗拱。而中殿面对正殿的一面，修缮前檐上就采用了复杂的斜拱。专家分析，三教堂建造时，中殿和正殿的门应是相对的。中殿北面开门，所以才会出现殿北侧复杂、南侧简单的情况。又说明如此安排，显示过去三教堂的大门可能开在两殿之间的西侧或东侧。正殿建于半米高的砖石台基之上，面阔进深均为3间，单檐悬山顶，4棱磨角石柱，没有补件铺座，柱头铺作为5铺座单超单甲昂。梁架采用4传符对乳符用3柱，梁上彩绘年代未知。殿内金柱为10柱，殿内塑像都已不存在。根据柱头题记，该殿建于金大定17年，与现存建筑结构特征相符，如斗拱疏朗硕大，现在的斗拱、梁架等大部分构件为金代原物。正殿的两侧有清代所建的耳殿，东西耳殿都有清代所绘壁画留存。